有 YouTube，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我用一般版的 Apple Watch S6 跟 Apple Watch Ultra 的比较心得，还有我这1个月使用 Apple Watch Ultra 带来给我的生活体验。首先，这次升级最有感的是电池方面，在电池方面呢，从原本的18个小时升级到了36个小时。但是因为我非常重度的在使用我的手表，所以我这个手表呢，大概用24个小时到30个小时，而这只手表用了半天就会没有电。我觉得以电量来说 ，Apple Watch 至少要有24个小时，所以这一款的18个小时是明显的非常不够用。有的时候我想要24个小时对它来做充电的时候，通常是没有办法撑到那么久的，因为我都会带着表睡觉，也会带着表洗澡的习惯，所以表对我来讲就是要超过24个小时才会比较实用。但是它只有18个小时，就变成是我常常穿着它，我就必须要把它拿下来充电，我就会忘记再把它穿戴到我的手上面，或是我一直带着它，我就忘了把它充电，所以有很多的运动资料是没有记录的。而 Apple Watch Ultra 就解决了我这一个问题，在最重度的使用底下，它都可以超过24个小时。比如说我一整天都在骑单车、爬山、跑步等等，这只表都是可以胜任的。但对于这些常常在运动的用户来说，这个电池明显还是不够的。这个手表对于积极的运动者来说，还是会有电池上的焦虑。但是比起原本的 Apple Watch，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电池的升级是十分有感的。那我觉得这种电池的短板都是苹果故意设计 Apple Watch 给使用者的。苹果就是要设计 Apple Watch 的电池有点不够，让使用者每天都带着表，但是又不足够好用，所以它必须要18个小时，你觉得不够，你就必须要升级到36个小时的 Apple Watch Ultra。但是这个电量还是有点不够用啊，应该还要有更大的电量，或是有更有效率的晶片，让我们的手表可以3天一充，甚至是1个礼拜一充，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智慧表。但是 Apple Watch Ultra 已经慢慢的接近这个目标了。对于一般人来讲，可以3天一充，但对我来讲，可能只有1天半而已。但是它可以好好的缓解我用一般版的 Apple Watch 的困扰。再来，我们聊到 Digital Crown， 今年的 Digital Crown 变得超级大，这是一般版的 Digital Crown， 这是新版的。那它的震动马达也变得非常的大，这样子可以提高更大的震感。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是一个缺点，我觉得一般版的这种设计是比较好的，原因是这个震动马达是非常大的，但是它的反应速度不够快，所以当我们在做滑动的时候，这个滑动的反应不够直觉，而一般版的滑动反应灵敏迅速。这个 Digital Crown 是比较积极，而且反应速度比较快的，感觉用起来就会比较舒服。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Digital Crown 太大了，所以它滑动的时候，它的反应速度没有一般版的这种 Digital Crown 的反应速度快。用起来就有点拖后腿的感觉。而这个 Digital Crown 的震动声音也是比较高一点的，所以它比较清脆响亮。而 Ultra 的 Digital Crown 的声音就会比较闷一点，比较低沉，比较没有像真正齿轮在转动的那种比较高一点的声音。像这个 Digital Crown 就非常的好听，我想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 Digital Crown 比较小，它的震动马达也比较小，所以这样设计起来的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但是 Apple Watch Ultra Digital Crown 它可能就是要让它变得更大，让我们戴手套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在设计上面都是有 compromise 的，有一点小缺陷的，因为它是以它的大小和它粗犷程度为优先程度，但是这个震动的回馈感，我觉得这个设计没有到非常的好。更大的马达和更大的表冠，但是苹果在这几年的设计，我觉得有慢慢的下降，就这个震动的清脆感不见了。而这个表冠它比较大，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我们戴在手上的时候，这个表冠很有可能会压到我们的手，产生齿痕，或者是我们这样子压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去做滚动。而一般版的 Digital Crown 就没有这个问题，一般版的 Digital Crown 都很好的可以来做滚动，不会像这个太大会压到我们的手，造成它不好滚动的状况。虽然苹果对这个 Digital Crown
做了重新的设计，他们觉得这样的设计比较好，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旧款这样的设计，比较小，比较优雅。这边凸出来的钛金属，有点不知道它的用意。它当然是要防止我们手这样子去误触到这一块的感觉，但是这个设计就觉得非常像 afterthought。他原本没有想要规划这个东西在这里，但是因为怕挤压到按钮，所以只好做这样出来，就是一个半成品的样子。这个勾彩它提供了一个功能，我们在滑动的时候，它可以让我们滚动我们的 Digital Crown 变成是一个直线。我们用手指这样子，在2个尖尖的突出这边，就可以形成像一个轨道的滑轨。我们手可以这样滑过去。这样就会提供我们把原本这个滚动的这个 motion 滚轮变成是一个直线的，随着这一个轨道去做滑动的过程。我们一般版的 Apple Watch 不是做不到这件事情，而是我们需要透过一点手指的训练，也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摸在这个边框上面，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做到，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做到直线的滚动。但是我们这样的操作，是我们必须要摸着这个边框的方法，是没有一个物理上的提醒，而 Apple Watch Ultra 这样子的沟槽是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物理上的提醒，让我们的手指很自然的就可以以直线的来做操作和滑动。但一般版的 Apple Watch Ultra 我们必须要手很稳的放在这个边框上面，才可以做直线的滚动。但是今年的 Digital Crown 真的太大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手表这样子怎么样都不太会压到我们的肉，但是这一款 Digital Crown 它真的超级大，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手腕有可能这个 Digital Crown 会压在手腕上面，这样子的状况，造成我们要滚动这个滚轮的时候非常难滚动，而压到我们手腕的肉。这个滚动会非常难滚动，会压到我们手腕的肉。有点好奇，为什么苹果不要把下面这边直接封起来？这样子我们在滚动的时候还是可以滚动，但是就不会接触到皮肤，不会产生压在手腕上面没办法滚动的状况。重量方面 ，Apple Watch Ultra 今年是61克，而一般版的 Apple Watch 是36克，总共提高了69%啊！这个重量真的是蛮难以让人接受的，尤其是如果今年你又搭配了海洋表带，这个海洋表带的重量跟 Apple Watch 是一样的重量，这个表带的重量有34克左右，所以你戴上了61克的 Apple Watch Ultra， 加上这一个表带，总共加起来就接近快要100克，而原本的 Apple Watch 一般版它只有36克，加上一般的表带，加起来最多也就是50克，所以这样子重量就提高了1倍，电池提高了1倍，但是手表平常你却要多带50克，也就是1倍的重量，这样子是非常重的。我们要带着这个表来做运动，这样子使用的体感是非常差的。苹果也有意识到这个重量61克的问题，所以今年它设计的表带都比较粗，比较大一点，就是要来稳定这只表，让这个重量呢不要在你手上做太多的晃动和移动。但是你就是一直不断的，因为要加大电池，所以你要做更大的机身，你要做更大的机身会更重，你就加更大的表带，就一克的这样子加上去。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海洋表带加上去以后变100克，让这只表的使用体验变得非常差。反而是今年的 Apple Watch SE， 它把后面的这边的表面把它变成是塑胶的材质，所以它是最轻的 Apple Watch， 是非常适合那些喜欢戴很轻的手表来使用 Apple Watch 的使用者，它可以非常轻的来使用 Apple Watch， 很轻松的去穿戴这只表，而不是像 Apple Watch Ultra 为了要极致的电量、极致的机身，所以让重量上面牺牲了非常多的缺点，而电池只有提升一些。去苹果店试戴了 Apple Watch SE2， 发现那个重量真的是超轻，真的超级的香。萤幕 Apple Watch Ultra 它的萤幕是49mm， 但这个的量的方式是从这边到这边是49mm， 而这个是44mm。Apple Watch Ultra 跟 S8 来比的话，它的萤幕没有大非常的多，但是相对于这个 S6 看起来就会大蛮多的。从 S6 升级到 Apple Watch Ultra， 这个萤幕真的是大非常多，所有东西都更大更清楚了。尤其这次的萤幕又升级到2000 nits， 所以看起来非常亮，非常的好看，很多的细节都蛮好看。没有接触到 Apple Watch 之前，我都没有觉得我这个旧的表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拿到这只 Apple Watch 以后发现，哦，好大。
这个表面好清晰、好亮，尤其在颜色上面也有蛮大的提升。拿到了这一款 Apple Watch 以后，我才发现原本这款 Apple Watch S6 它的萤幕是颜色的对比度和颜色的彩度是比较不够的，而且颜色呢，它会有点发绿，在白色上面会有点发黄。而我们的 Apple Watch Ultra 它的颜色白色就是非常正的白色，彩度非常高，黑会更黑。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米黄色的大理石是更仔细的一个大理石，而我们这边 S6 我们会看到这个纽约的街景呢，它这个颜色就会有点发绿，这个瓷砖也不是它正确的颜色，而这边就看起来更真实，会比较红一点，而黑色会更黑一点，整个亮度会更亮，所以你会觉得更身临其境，好像你真的就在纽约。戴这只表就会有这个感觉，这就是这一次2000 nits 这个萤幕的魅力。那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这次的萤幕看起来会大非常多。苹果透过2个方法来让这个萤幕看起来比较大。第一个方法是它让萤幕变平。S6 的萤幕呢是没有吃到边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旁边还是有一点黑框。S8 就把这个边框就变得更窄。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个反光的位置，所以 S8 的萤幕在我们平常使用下看起来没有到那么大，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边框实际上是被反光吃掉一些的，因为它是曲面的萤幕，所以这个萤幕呢虽然有变大不少，但是因为反光的关系，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萤幕没有到那么大。而苹果把这个萤幕把它拉平了，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萤幕实际上完整的都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反光也是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当我们反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整面都看不到，所以我们使用者就自动会用手去把它转正，而完整的可以看到这个平面的萤幕看得非常清楚，非常的大。第二个方法就是苹果提供更厚的机身。更厚的机身不是更差的一件事情吗？但是在手表上面，因为我们抬腕的距离都是差不多的，更厚的机身代表我们的手腕跟眼睛有一个更近的一个距离，差一点点这样的距离。那这样的距离让我们萤幕把它往眼睛更近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萤幕变得更大的感觉。所以这就是苹果用这2个小技巧，让这个49mm的 Apple Watch Ultra 的萤幕看起来大非常的多。快捷按钮，这款 Apple Watch Series 6是没有快捷按钮的，所以平常我们要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表面把它换到运动表面。按一下右上角这边，选择我们的运动，例如说像是自行车，点一下 Ready 3、2、1，然后这样子来开始我们的运动。那这样就有分了好多个步骤，找到表面，点击，然后来选自行车开始。这样其实没有到那么样的方便。而这次 Apple Watch 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按钮，就是在旁边这个橘色的按钮，我们只要一按下去。这时候它立马的就开始来帮我们记录我们的自行车，马上就开始，没有这些步骤，就是一个实体的按键按下去。那这个实体按键还可以做一些组合按键，例如说我们再按一下，它就会帮我们 mark segment， 也就是帮我们做一个标定点的一个动作，或是我们现在临时想要暂停我们的运动，我们就可以这样就做暂停，而这样子就可以继续来做我们的运动，十分的方便。而这个快捷按钮不只有这样，我们到设定这边就有一个新的选项叫做 Action Button， 我们进去，我们现在就是在 Workout 的这个 App 里面，我们按下去就可以开始来做我们的自行车。当然我们有更多的选项，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计时，按一下就开始来帮我们来做码表，然后一圈就可以这样定一下，然后我们停止，我们就是2个键按下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再继续，然后 lap 就是一圈这样子。它都有蛮多的教学，这快捷键是蛮好用的一个功能，或是说我们可以来新增 waypoint。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来增加我们的返航点，当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十分方便的。有一款很厉害的 App 叫做 Work Outdoors， 它可以协助我们使用地图来做登山。在这个 App 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图还有路线。我们使用这样专业的 App， 我们还是可以搭配苹果内建原生的功能，我们可以按一下。就新增一个标定点。当我们想要回到原点的时候，我们如果电量还够，我们当然可以用 Work Outdoor， 或是我们就直接使用内建的回溯功能，就可以来解决我们找不到营地等等的这些问题。而快捷键还有以下这些功能，例如说回溯功能的开启和你潜水的功能，这边都可以设定。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就是我们的闪光灯，我们可以按一下，这样马上我们就会有闪光灯，荧幕变得非常的亮。我们可以用闪烁功能，
让它这样子闪烁。Apple Watch 的闪光灯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当我们抬腕的时候，它会自动的降亮度来保护我们的眼睛。这次2000 nits 的萤幕真的非常亮，我们用闪光灯的时候真的非常亮。第一个就是全亮显示，第二个就是闪光显示，第三个就是红光，所以它就会亮出红色的光。当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可以保护我们的瞳孔。快捷还有最后一个是可以使用我们 Apple Watch 的捷径，这些捷径有很多都是设计给 iPhone 来做使用的，所以当我们在用捷径的时候，我们要先确认一下这个捷径在 Apple Watch 上面是不是可以使用。但是有一个快捷键，随时随地可以按下去，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例如我可以想到的场景就是开灯、关灯这样的场景，或是像是车库门，按一下就可以开车库门，或是按一下就可以关车库门。对于老人家来说，这个表也是非常实用的，因为这个短捷键、这个快捷键，我们如果把它设计成打电话给自己的家人是非常方便的。比如说我可以按一下，我就直接打给儿子，这样子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跟儿子通电话。那这样子的快捷键对于老人家来说是非常好用的，他不需要去通讯录里面找到电话号码，他可以直接一键的按快捷键就可以拨出电话。我们在运动里面提到了，我们按一下可以做一个 mark segment， 做一个区间的设定，或是说我们可以2个键来做暂停的功能。像是这个功能，我之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是用到了 Samsung 的 Galaxy Watch 5 Pro 这只手表，而它没有这个快捷键，它只有右边的2个按钮，但是它同样也可以做到暂停和继续的功能。它的方法就是按着第2个键长按，然后就可以来暂停，再长按就可以继续。苹果在这边跟一般版的 Apple Watch 做了一个区隔，一般版的是没有快捷键，而 Ultra 是有一个新的快捷键，而它在系统层级上面也为这个按键来做深度的定制。所以当我们想要在运动里面暂停的时候，我们一般版的 Apple Watch 我们必须要开始运动，然后我们必须要滑过来做暂停，然后再滑过来来做回复，而 Apple Watch Ultra 就可以用快捷键快速的来做调整。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苹果在产品线上面来做一个区隔，但是 Samsung 就比较好，它没有做这样的区隔，它反而是让使用者更方便的按第2个按键久一点就可以来做暂停。这一点我比较认同是 Samsung 的做法，而苹果的做法反而是可以让苹果这家公司赚到更多的钱，而从消费者这边打到更多的油。接下来我们聊聊 Apple Watch 的 GPS。在苹果没有提到 L1 跟 L5 的 GPS 之前，我都不知道我的 Apple Watch S6 的 GPS 有多么的不准。后来在上一期，我带着这2只表在大安区骑脚踏车和跑步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的 Apple Watch S6 它的漂移有那么样的严重，而 Apple Watch Ultra 有多么样的准。在这一点，我觉得苹果这个升级真的非常的大，它可以让我们更精准的在每天的运动当中可以有精确的资料，来确保我们的资料都是很精确的记录到我们的 Apple Fitness 里面，是非常精确的记录到我们的 Apple Fitness 里面。接下来我们聊聊 GPX 地图与路线功能。在上一期 Watch 5 Pro 的分享中，我提到了 Samsung Galaxy 5 Pro 内建的 Samsung Health 可以直接输入 GPX， 让你可以在登山和骑单车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 GPX 的地图功能，沿着路线来登山和骑单车。而 Apple Watch Ultra 内建的 App 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功能。当我们要登山的时候，我们打开它，它只会给我们一个绿色的小人，而没有其他的功能。可能我们可以快速的控制我们的音乐，看我们在下面会有等高线图等等状况，就只有这样子，没有额外的路线和地图的功能。这对于我们登山来讲是非常的不便的。但是依靠着苹果强大的 App 系统，我们必须要花钱去买 App， 而这款 App 就是我们的 Work Outdoors。打开这一款 App， 我们在这边 Hiking，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视图，我们可以快速的这样子来做视图的切换，非常的棒。再来这款 App， 我们也可以输入路线 Settings， 这边我们找到 Routes，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GPX 直接从手机里面上传到这一只表，我们就可以沿着路线来做登山咯。而这款表最棒的事情是，当我们在做各式各样的 workout 的时候，我们都有地图可以看。我们在跑步、骑单车和登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开心的看到地图和我们现在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大安区跑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大安区
跑了一圈这样子的感觉，而内建的 Workout App 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功能。当我们运动有地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及时的看到我们自己与世界的相关性，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自己跑了多少进度，走了多远，这是一个非常 rewarding 的一个行为。再来，我们来聊聊为什么 Apple Watch Ultra 的指南针它是没有地图功能的。它可以快速的去发现我们身边的这些我储存的 waypoint 的相关性，但是它是没有给你地图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如果它将指南针的地点都加入地图的话，它必须要先付一笔地图的授权费，这样子是必须要额外的多花钱的。再来，在野外电池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去绘制地图其实是很浪费电的，所以苹果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指南针的功能，让你知道你与身边这些位置的相关性。还有另外一点是因为当我们使用 GPS 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地点是不准的，所以你不放地图就没有我们把这个标点标在错误的位置上面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标点都是黑黑的，我们只可以知道它的相关性，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检讨说它这个标点是不是放在地图上面错误的位置。再来，这种精确的功能原本在 Apple Watch 上面就已经有 Work Outdoors 这一款 App 可以达到这件事情，所以苹果要你去付费去购买这一款 App， 而不是直接用内建的功能就可以达到所有的功能。而像 Samsung 因为比较少开发者，所以所有的功能它必须要自己开发，不然这些功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而苹果它会把一些内建的功能做到非常好用，但是是非常的基本，所以你就必须要透过 App Store 去购买第三方的软体，让软体开发商也有可以开发的空间。那这款指南针的 App 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苹果对于登山的这些需求做到最基本、最基础，但是它做的最精确、最完整，而让使用者在最紧急的情况下，可以非常省电的有非常精准的标点功能。你可以新增很多的标点，这边有一个小小技巧，就是这个 label 你是可以点下去，是可以去标定它不同的名称的。你可以在这边去写它的名称，比如说你可以说这边是 Burger 之类的，去写不同的位置的 Burger King。我们可以这样去标定每一个地点的名称，把它存起来了。那这款 App 它就可以让你用最少的电，可以找回原本的路。电镀烤漆与新外形，你可以看到铝合金的这种特殊色，它都有用电镀烤漆的工艺把它做上去，但是就会有掉漆的状况。这边就有个白点，而上面这边都会掉漆。最严重的是这个地方，就是我这边的按钮旁边，这里都有掉漆的状况。而今年的 Apple Watch Ultra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烤漆。以 Apple Watch 来说，最好的烤漆是 Apple Watch Series 7那一款钛合金的烤漆，银色版本是有漂亮的发丝纹的拉丝处理，而黑色则是非常昂贵的 DLC 类钻的烤漆，非常的黑，而且非常的耐磨。那个烤漆工艺是十分的贵，所以苹果卖那个价钱25000左右，我觉得 S7 的钛合金是不贵的，而且一定要买黑色的，因为那个 DLC 的工艺是非常的好的。不过在 S7 那一代，精致的做工并没有让使用者去买单最高级的太空黑和 DLC 黑色的钛合金工艺。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一款铝合金的 Apple Watch 跟钛合金只有差在表壳上面的差异，但是手表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大部分的使用者都还是买铝合金的版本，而钛合金的销量就没有那么多，所以精致的做工消费者是不买单的。今年苹果调整了它的策略，苹果将精致的金属表面处理把它降级一些，而用最好的基础材料。在 Apple Watch Ultra 跟 iPhone 14 Pro 上面，苹果发现一定要改外形，消费者才会买单，所以今年它将一般版的 Apple Watch 跟 Apple Watch Ultra 它做了全新的外形，所以这款 Apple Watch Ultra 就卖得非常好。而 iPhone 14方面，它做了灵动岛来对于跟12、13
有在外形上做一个区隔，所以 iPhone 14 Pro 今年也是卖爆。因为苹果发现使用者要的就是更新的外形，看起来长得不一样，而不是更精致的电镀工艺。有新的造型和新的识别度，产品才有更好的销量。我们这边红色的铝合金久了都会有擦伤的这些状况，而它就会露出它原本银色的本质。所以如果你想要长时间的来使用你的 Apple Watch， 在磕磕碰碰下可以用得长久，我会非常建议你买银色，也就是铝合金原本的颜色。当你磕磕碰碰了以后呢，有这些刮痕、这些刮伤，你就会觉得原本银色的就是银色的，所以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差异。你看起来就会觉得我的手表其实还是蛮新的。而像 Apple Watch Ultra， 因为它原本就是钛色的这种金属色，所以久了只会有一些划痕，而不会有色差的状况。这样在长时间使用下，你就不会觉得你的手表怎么磕磕碰碰、有刮伤、很丑、不好看。总结，苹果精准的定位 Apple Watch 使用者的痛点、续航不足以及渴望有新的造型，而苹果实打实的去攻击了消费者这两个痛点，而流出的方形外观以及更大的电池是消费者所需要的。Samsung 透过换代升级的方法，让一般的消费者都可以在不加太多钱的方法，就可以体验到钛金属以及蓝宝石的镜面。而苹果则是上升维度，把一只一般版的 Apple Watch 提高了1倍的售价，并给它一个 Ultra 的名称，就可以卖2倍的价钱。这些升级原本都是苹果应该透过每一年的更新来慢慢的给消费者的，而苹果今年它却是提供一个新的产品线，让你花更高的价钱去买这一只手表。而且苹果居然拿它最高贵的不锈钢版本的 Apple Watch 作为价格的定锚，让你觉得这款 Apple Watch Ultra 其实没有贵那么多呢，只要多加2000块就可以买到全新的 Apple Watch， 其实好像还蛮划算的。但是在心理学上面，我们觉得只要加2000块，实际上这只表跟一般版的 Apple Watch 却是有2倍的差距。我们要多花一只表的钱才可以买到这只 Apple Watch Ultra， 而这只 Apple Watch Ultra 如果跟基础的同样 CPU 的 Apple Watch SE2 来做对比的话，它们两者之间差了18000块，也就是一台 M1 Mac Mini 的价钱，十分的夸张。所以回归理性，以价格方面，隔壁家的 Samsung Watch 5 Pro 它只要台币16000块，而且你到门店或是你是学生的话，还有非常好的促销和优惠。这样子来做对比的话，这只表就会显得非常的贵。那这只表唯一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可以完全的打爆 Samsung Watch 5 Pro 的功能，就是它的潜水功能。但是这个潜水功能，像我是一般人，我有时候爬山，我是完全用不到这个潜水功能。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要买一只数位的潜水表，那 Apple Watch Ultra 是首选，因为其他的潜水表，就算它有数位功能，也没有像苹果有那么亮的萤幕，那么好用的操作系统。这款 Watch 完完全全的属于你，你也非常适合购买。但是以我一般人来说，以我们平常走路、跑步、骑单车和登山来说，这款表就不是一个唯一，因为有非常多的表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也有更好的续航，这个竞争者就非常非常的多。而它卖到26000块台币这个价位来说，相对于 Samsung 接近快10000块的价差，而且它强迫你一定要花2000块去买有通信功能的版本，而不像 Samsung 它有把这两个区间做出来，一个是16000，一个是18000，你可以选择你是一般的 WiFi 版本还是 LTE 的版本。而 Apple Watch Ultra 它只给你一个产品线，它说这是一只最极致的表，所以你连 LTE 电信功能你都必须要一并购买。但是有多少人又会用到这只 Apple Watch Ultra 的电信功能呢？你一个月的电话费必须要多缴150块，但是以我们现在4G 吃到饱只要500块的情况下，有多少人会愿意多花150块来让这只手表有网络的功能，可以打电话的功能呢？你能在这上面打手游吗？你能在这上面上网吗？还是你可以在这上面做出有生产力的功能吗？我觉得在一只智能表来说十分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有很少的人会愿意多花每个月150块来让这只手表有通信的功能，而苹果却要你多花2000块来这只手表里面你才能买得到 Ultra。 经过1个月的使用，我每天都被这超棒超亮的萤幕惊艳，也对于精准的 GPS 和好用的 Work Outdoors 更享受边运动边开展路线与
地图。然而，更坠手的重量和高昂的价格是我对于这款手表最大的抱怨。在打网球的时候，沉重的表改变了我的挥拍轨迹，庞大的存在感让我感觉到这一款表高贵的本质，但是它的运动性却是下降的。2万多块的售价让我思考，到底是要买这一款 Apple Watch Ultra， 还是去买一只 iPhone 13 mini 或是双屏的 Android 手机，是不是可以达到更大的萤幕、更好的续航，而且还有同样精准的 GPS？ 我们真的需要一只极致的 Apple Watch， 但是它到底要到哪一天才可以脱离 iPhone 而更独立的存在，完完整整的成为自己独立的一个生态系统？ Apple Watch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呢？我们也许不需要一只更极致的 Apple Watch， 但是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只完整而独立的 Apple Watch， 可以完完整整的在 Apple Watch 上面运行所有属于 Apple Watch 完整而独立的功能，而不是所有的功能，我要看个照片，我要上个网，我要发个讯息，我都必须要透过我的 iPhone， 而手表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些功能的。例如说像支付宝或是照片编辑等等之类的功能，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用 Apple Watch 做到这些功能呢？ Apple Watch 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加入摄影机？我们可以像小天才手表一样，有个自拍的镜头，外镜头可以去拍摄更多的美景。这只表可是要2万多块呢，它跟 iPhone 14是一样的价钱，但是它都不能拍照，还有非常多的功能都没有办法达到，而卖一个这么贵的价格。如果你没有极致的手表需求的话，你可以只买 Apple Watch SE2， 而且可以买很多只来达到相同的续航。所以这款产品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一款产品。而 Apple Watch Ultra 看似是对于这些专业而非常小众的客户来做打造，有更精准的 GPS， 更长的续航，非常适合极致的运动。然而对于大多数的苹果使用者，这些功能我们基本上都是用不到的，而我们只是想要有一款更新、续航更强的一款手表，而苹果却要我们多花那么高昂的价格才可以买到这样一款的手表。而当我们得到这些我们想要更长的续航的时候，这款表早已变得又大又重，不好佩戴，而十分坠手。